人生有很多角色，无论是女儿、是妈妈，还是我自己，衣服我都在唯品会买。上唯品会搜“女儿妈妈”，大牌衣服3折买。这里是唯品会冠名播出的《是女儿是妈妈2》，上唯品会大牌衣服3折买。是女儿是妈妈2的指定鲜奶品牌鲜博士，牛在身边，奶才新鲜，鲜奶就喝鲜博士。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营业、会员彩蛋、加更版等精彩衍生。7月13日起，每周日中午12点 ，SVIP 尊享会员特别企划。我有的时候很想回到小时候，甚至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那个时候我们的连接还有长长的脐带，而那个时候我对我们的沟通还有很强烈的期待。妈，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用力的第2次成长，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了。我和孩子的关系，我希望是更有边界感的。我很高兴看到他们管你叫霞姐，因为你首先是霞姐，其次才是我妈。但你也别忘了，我首先是我，其次才是你的女儿。You can understand, I'll understand. Tell all the others you. 妈，好像是退潮了耶。Said I'd come back for you.那接下来出场的呢，这个演员哈，他经常拿金牌，但是今天哈，他不秀球技了，秀段子，冠军的脱口秀首秀，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有请陈梦。当我听到我们要表演脱口秀的时候，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感觉难度非常大，就是你要找到妈妈身上的这种吐槽点，但我从我妈身上真的我想不太出来。这妈妈这稿不好写，因为这稿不好写，因为他没有很明显的槽点。对，很对我这种稿很难写，就是有的严厉。时候就是问我的时候说有没有说跟妈妈有什么争吵，我就没有，因为我从5岁打了乒乓球以后，我是住校的，然后一直就在外面。对，所以没有摩擦，是因为根本就不摩擦，不相处。对，所以就是我不知道应该从哪个点去吐槽的。你比赛的时候，妈妈都会在现场，你会有压力吗？不会，我是希望我爸妈在现场看我比赛。如果说我邀请了我的家里人去看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那种无形当中的一种动力。哇，这个真不一样。是，那这就是原生家庭给他底气。对，因为刚才吃饭的时候，李佳哥就说他表演绝对不能让他妈来。对，所以我真的我也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吐槽。确实，我觉得他这稿真的最难写。你觉得妈妈在你这低谷这几年对你帮助大吗？当帮助大，就家里人给我的这种鼓励跟支持，我觉得其实是完全可以在我背后去撑住我的这种一个力量了，很大的一部分。从来不会泼凉水，家里人从来不会，就是情绪价值特别高。就当我那几年压力很大的时候，我爸妈还陪我去 KTV， 让我唱歌去发泄发泄，还有过说陪看通宵电影。我特别喜欢吃海鲜，我妈就是会每周从青岛给我带着青岛的海鲜，然后就大包小包，有些打包好的用箱子拎的，每周都是。明天吐着把稿撕了，这我妈这么好，我吐槽啥呀？我这现在不能回忆这些，现在得挖槽点啊，朋友们，咱不能越想妈妈越好，越不忍心吐槽了。因为我之前看过他一个纪录片，他们家全都是他的奖杯在放着，爸爸妈妈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是非常引他为傲的。
对，所以就是他们给我的这种教育方式都是鼓励式的。在我打东京奥运会之前的时候，就那会儿说我压力确实很大。然后他们感觉到我这么大压力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说女儿，你不用这么大压力，即使说你不打这个奥运会，你回家爸爸也可以给你一样你想要的生活。完全有底气，有退路，有底气。对。在东京奥运会之前，我已经记不清我都多少年没发过烧了，在那会儿。然后我们在备战期间，在前期的时候发了高烧，而且当时就是完全就是只能张嘴，没有声音，说不了话。去了医院看了医生，然后胸脯上也是长了那种大的那种火。我一开始没想告诉他们，但是我爸妈，我们是经常视频，每天都视频的。我一视频就露馅，我说不了话，然后我不能接这个视频，然后他问我为什么。第一天瞒过去了，第二天他问我为什么，他就怀疑你怎么天天这两天怎么天天有事儿呢？就是在这个情况以后，见到了我爸妈以后，我爸跟我讲的这个话，就是我觉得我的信心吧，跟我的底气和无所畏惧，其实都是来源于我的家庭，我爸妈给予我的这种信心，给予我的安全感，给予我的这种支持跟情绪价值。他的父母这种教育是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心态。我觉得他就是可以向前冲，也可以向后退。对吧？只不过向前冲是他的选择而已。这样就不怕输了，这个心态会很好，有后路，状态也会很好。条件。对。这父母咋吐槽呀？这把别人就难死了。家庭太只能靠黄晓明了。那就牺牲咱哥吧，那就真牺牲咱哥吧。对不起了，只能靠黄晓明老师了。这家里唯一的槽点就是哥哥了，这只能是哥哥承受了太多，对，只能委屈一下。好了，那就牺牲咱哥吧。哥，没办法，他最精彩。我们设想的可能还是也讲一部分他运动员上的一些点，看能跟他妈妈结合在一起，从大面上，然后提一下，然后看找一些小事。对，家庭，也行呀。行，那我们就先这样，然后稿子我再调整一下。好，明天见，老师。拜，明天见。明天见。妈咪回来了。看看明天你吐槽我啥？回来咱俩干一架。不可能，你妈的素质那么高，还和你干一架，真是的。妈妈是很想得开的人，很开明。我得先跟我哥发了个信，牺牲一下他。哥，我现在在节目呢，在那个妈妈女儿节目呢，然后是脱口秀环节，我吐槽了一下我自己，然后又吐槽了一下你，对不住了，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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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练一练那个稿子。嘿，大家好，我是陈梦，这是我第一次讲脱口秀。对，他都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是大优秀咱们有的话敢说跟那个什么。搞定，我先走了，我先回去歇一会儿。我看完了啊，这么快？哦，厉害！你先好好看。好多。我觉得哇，他怎么这么厉害？我觉得他记东西挺快的。他作为第一次讲脱口秀的人来说，就是他一点也不紧张，也不着急，就心态特别好。陈梦运动员嘛，他天生抗压能力就比较强，或者他会因为这样的一种强压，可能激发出他自己的一些内在的潜能。顺一姐，你太努力了。不是我努力，我就今天早上自己过了一遍。不是我努力，这要说呀，那怎么办？要说，我都疯了这。就是早上的时候，你大概念了多久的课？过一遍稿应该也就5分钟，就过了一遍。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不要有，就是我直言，跟我妈妈就直接给。看脱口秀的时候呀，因为有个吃的嘛，就是更有那种氛围感。好了，走吧。你没看见我这什么东西吧？哦，没看，我不知道。那行，没关系，我都不怕。好饿呀我！哇，他们这是叫什么？废寝忘食。他俩连饭都不吃，不吃饭的。哎，我看你们每个人都那么认真，完我早上我就自己过了一遍。他太自信了。他们其他人都在各种对细节、对流程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万一我到时候说的没人家好怎么办呀？没想过，完全没想过，我就，哎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吧，我觉得，那我就是这样的态度和这种方式。但是呢，我上台的时候，我不会去懈怠的，我会尽自己全力去表现、去表演出来。但是那下面我看的少，我没去看，不代表说我不认真对待呀。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方式。我平时的时候，我们的比赛就是我上场之前，我会根据我的情况去调整，脑子里就会想，今天我赛前要怎么调动一下自己，我要需要练什么，针对性练一下。然后有的就是闭上眼，回忆这个赛场的这种感觉，让自己静下来。老师们是不是得现在上一下，让他们把那个稿子过一遍呀？老师说我现在比较想回到录制前，就算车里只剩下一人，也要坚信圣一，你很好。默默，待会儿就要上台了，你紧张吗？你觉得我紧张吗？我觉得你非常不紧张，我紧张，我怕你待会儿。这样不对，你知道吗？我们那比赛都是张弛有度，就是很放松。一进去以后，一看这么多人，啪一下就有那种紧张感，然后才能调动自己。你要不一直绷着那么紧，完后紧张过度，进去以后看那么多人，啥都忘了。对，因为你口条也很好嘛，就直接讲出来就行了。但是如果你这篇稿子太熟了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熟，比如说上场之前我们练了20多遍、30多遍，那你站在台上就没情绪了。对，你把它太当成一个事儿的时候吧，对，反而不太好。反而对压力很大，你表演不出来。你就随意一点，然后只要能够记住主要的词，你别落下，然后其他你就根据自己话说一说就完了。对。我再来一遍。那个老师，麻烦李佳格再走一遍。人生的每个阶段，你这个如果没练出节奏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不要慌，不要慌，逐渐进入状态。听说圣一的妈妈也很喜欢我，圣一姐，我不会横刀夺爱的。公民说：“对不起，不应该让我的动物工作。”马说：“因为可能是我的一种方式，我把今天的脱口秀就当做是去体验。我就想啊，怎么把这个场子控制住，然后怎么跟大家互动好，怎么玩好，用我最真实的表现呈现给大家就好。让我们掌声有请陈梦。哎呀，也不知道在这里现场有多少人看过我奥运会的比赛呢？大家好，我是陈梦。这是我第一次讲脱口秀，稍微还是有点不适应，因为在这里呢，比我乒乓球的赛场离观众席还要近。我也不知道今天到底是来了多少人，但感觉吧，来到这里咋比奥运会决赛的动静还大呢？这是我第一次和我妈一起参加节目，这么多年，我非常认可我妈的教育理念，毫不夸张地说，我粉了我妈30多年。所以我陈梦不光是我妈的女儿，还是我妈的梦女。
这些年，他从青岛跟我到济南省队，然后又跟到北京的国家队。我妈为了我搬了3次家。就这么说吧，我是我妈的梦女，我妈就是我的孟母。孟母。我妈一直对我很严格，小时候呢，天天盯着我训练，白天不好好练单打，晚上就得被他们男女混合双打。我本来以为长大了能轻松一点，不用被我妈盯得那么紧。后来我的重要比赛她都会来看，场场都在，除了裁判就是我妈。经过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呢，我妈也一举夺得了青岛10大优秀母亲。而我妈这个荣誉可以说是我一场一场打来的。听说圣一的妈妈也很喜欢我。圣一姐，别担心，我不会横刀夺爱的，我也有自己的妈。我最多呢，认阿姨当个干妈。生活里，我妈对我也很严格。有一次，我没换拖鞋，直接穿鞋进屋了。我在前面走，我妈呢就拿着一个拖布，在我后面一个劲儿的使劲擦呀擦，一个劲儿擦。不知道的以为我妈要进冬奥会，搁这练冰壶呢。有时候我确实不理解我妈的想法。之前我回家的时候非常的短，但只要回去，我妈就随时随地的唠叨。我俩呢，一个着急，一个磨叽，每次都是提前3天就开始让我各种收拾行李。就这么说，我要是只在家待2天，我的行李还得比我提前1天回到家。这些年，我妈都是围着我转。妈，我长大了，你也得有自己的生活了呀，不用老围着我公转了。非得想转的话，您自转吧。我妈带给我很多，但是在一些人看来，我妈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给我带来了我的表哥黄晓明。还有人竟然说我俩互相蹭流量，我很不解。我想说，我俩的那些流量，给你，你们要吗？有次我比完赛采访的时候说了句“我的时代来了”，表达了我的野心。网上有群人高兴坏了，我纳闷儿，这是怎么了？他们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代表作，经典程度不亚于我表哥的《闹太套》。我想说，我觉得这根本不算代表作啊，但是他们感觉马上会回击我。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情感类的节目，来之前觉得这样的节目应该很刺激，我也很紧张，就去请教了圣一姐，这种节目应该怎么录呢？她说你做自己就可以了呀，非常温柔。那我说，那我在这里也要当冠军吗？我和我妈录节目经验确实不足，你看其他3组嘉宾，天哪，那比乒乓球决赛还精彩。而我跟我妈的相处，比我夺冠还平淡。凡尔赛。有人说我老上综艺节目，又不参加比赛，为什么还不退役？关于退役，我想对喜欢我的人说，特别是圣一妈妈。我不知道有没有10大优秀干妈，有的话，我愿意为您再拼一把。以前我用球拍说话，现在我用麦克风也一样在说话。谢谢大家，我是野心很大、敢想敢说敢做的陈梦。
谢谢陈默，陈默先留步一下。哎，刚才你说再拼一次，我第一次见邓老师，把邓老师燃起来了。对，我今天感觉到，首先我看我妈全程的时候那种状态，没有感觉我在吐槽她。哦。然后第二点就是跟邓老师，我俩有互动哎，我一这样，他也跟我互动上了。对，但是在今天这个脱口秀的内容当中，只能说把我的表哥献出来了。谢谢咱表哥了。所以想问一下妈妈，妈妈是陈梦每一场比赛都会到现场看，所以您会提前给女儿说妈妈今天来了，还是会悄悄的去？不会和她说。不会和她说。对，有时候她知道我们是要去的。我如果邀请我妈去的时候，我得10拿9稳才行，要不然你说没拿冠军多没面子。哇，谢谢陈梦。我觉得我自己有讲脱口秀的这个天赋，因为我觉得真的挺好玩的，就是可能往这方面开发一下，日常跟朋友的交流互动当中，跟爸妈的交流互动当中，有的时候可以用这种看似很不经意间，然后像脱口秀的这种方式，把重要的东西输出去，他们也不是不能接受。第4个演员，第4个演员最后一个压轴的是吧？她是女儿，也是妈妈，让我们掌声有请嘉哥。来上吧。于我来说，为什么我不太想说这个脱口秀？因为你很难去知道你妈妈的那个度是哪儿。她到底以为你是真的吐槽她，还是你在开玩笑？你会怕这种脱口秀的这种吐槽会？我妈一定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我很难用调侃的方式说出这段关系。但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你们有的，甚至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它只是一个现象。大家都说脱口秀是吐槽嘛，其实我是觉得脱口秀不只是吐槽。我非常担心这件事情变成我的一个污点。而且我觉得我妈就是真的，你说了之后，她会记一辈子的。所以我在看你的下午的对话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共鸣感的，你也有一点就是接近崩溃了。当然就是阿姨更崩溃，但是就是感觉你们俩其实在歇斯底里的说话，我就感觉你像是平时一直在燃烧自己，但是在压抑着自己，你没有把那个情绪真的爆发出来，因为你也怕爆发伤害你。很多话亲人是不能说出口的。看我呀，不让我了。我离开家那天，我是背包的行囊是满的，我带了所有的盘缠离开了这个家。绝对的认可，我希望我的妈妈永远都非常永远的认可我。大胆地往前走。这一天呢，这给我整的，等着吧。你看他不跟我交流，他总会吐槽我，为啥要说呀？因为这件事情你想暴露吗？你想暴露吗？我觉得我带了这个行囊一直在往外掏。我希望你站出来，就是说我无法，得有对错吧？我无法站出来，那得有对错吧？我就往外掏一点，往外掏一点，往外掏一点。其实没孩子之前还好，因为我可以更任性的选择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但是势必你生孩子，你有了你自己的家庭，你一定要为他们付出一些你的精力，对，准备行囊。你也在为他们准备行囊，所以我就发现我这兜里的行囊快掏空了。对，有点这个意思。你会担心明天妈妈听到你稿子觉得狠吗？我们回到脱口秀本身的东西上，我觉得不够有趣儿。我觉得它应该再有趣儿一点。我要梗够，我要 punch line。比如说我妈是公主，我是公公，这我起码能逗到底下人乐，我要明天的人笑。
但是明天让观众笑，但是这个吐槽的主体是妈妈。没事儿，吐槽也可以吐槽得很开心。行，要么就去嘛，要么就不去。去了就把舞台好好弄了。你在台上就是个表演者，你表演不能为一个人，你是为台下咱们找过来这几十个观众嘛。我觉得还是秀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个脱口秀治愈不了我和我妈，我希望这个脱口秀可以治愈一些人。那大陆如果这要不霸道老公，虽然霸道，但总体弱多病的。给小学习坑，我觉得吧，就是所有的这种帮我妈拎东西啊、拿东西这种事，我不想拿出来说事儿。我不想拿这个事去戳我妈，去戳她。那咱们不说这句。我觉得平庸的父母在父母在孩子上拥有权利，就不顾一切享受权利。这句话太狠了，我觉得。而且他妈妈不是在享受权利，其实阿姨也不是那样的人。对，我觉得有点太狠了。这段我觉得不要了，算了，到这儿就可以了。不想让妈妈听到这句话。对，如果妈妈明天接受不了你的冒犯，我没有冒犯她，其实我把所有重的话全拿掉了。她可能接受不了的话，我几乎都摘掉了。我于心不忍。吃完了就可以休息着了。明天准备接受吐槽的洗礼。再不上了，上外溜达一圈。好，可以吧？到房间里去。房间他们在说事儿，让咱进吗？我去。你去探一探，探一下。张老师去看一眼啊。我上个厕所。他去探一探，我偷去看一下。对，霞姐想去看吗？我不好奇，反正明天就知道了。说啥？那群姐一看就是不内耗的人，不好奇无所谓，不焦虑。霞姐，你想去看吗？你想去看吗？想听会给我撵出来呀？我是想听。我觉得这一段有一个好玩的点，就是你跟他吵，你吵，他吵不赢你了。你跟他说这个事儿你做的不对的时候，他突然就的确他不对，他再回头说你跟我吵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大声？你跟他聊事情，他跟你聊态度。对，你跟他讲道理，他说你音量。对，是这个点。他妈主要是今天一直在强调态度跟音量。我觉得妈妈非常在乎音量，妈妈最适合的工作是去夜店推那个，妈妈太在乎音量了，你知道。谢谢你天天跟我大声说话，大声说话。对，声音非常敏感，可以加一些这些。对，我妈其实对音量是极其敏感。对，哎，我妈特长是耳朵特长，听音识女。哎，听音识女，对吧？你把我妈眼睛蒙起来，拿镖扎我，真正能扎我心脏上，对吧？来个弄狠一点，再狠一点，直接戳心窝子。对，得到这种有趣的。他喜欢那种虚拟场景，虚拟场景这样也能避免一些矛盾嘛。就我妈，其实应该我妈哭这个事儿可以说一说。我妈特别会哭，人家是鼻子一酸，我妈是鼻子25酸。你说那玩意儿就不对，你知道吧？这几天这净酸了。嗅觉我妈鼻子里面可以酿醋。嗅觉灵敏。哎呀，嗅觉也灵敏。哎，这个我妈耳朵灵敏，耳朵好使。我妈鼻子灵敏。你跟我妈谈3观，我妈强的是5观。这不出来了吗？是吧？对。你跟我妈聊3观。对，我妈特长是5观。哎。他们笑得好爽朗。他们就在外面说呢吗？对。每个人一个房间。是房间还是回自己房间了吧？哥哥在房间里，是不是哥在？是不是？那2个男生在外面。你看他们干嘛呢？进面，哎，对。多来点话，什么梗啊、谐音梗啊什么的都来点。前2天我在家里面来的那天，他们在录呢，就是他打开了一个染发膏，然后那个染发膏，其实你们发现没有，父母和你沟通都是万能金句的。我妈还有话，既能对你进行道德绑架，又能进行情理打击。这句话就是，你就这样跟我们说话的。
然后其实就会不会重了一点？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块可以给它揉到一起，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行啊。其实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因为其实我把它所有的这个大纲已经几乎都改掉了，我们相当于重新写了一个。我回去给他顺一下。明天见，你明天早上来是吗？是，反正今天晚上好了就立刻发。可以，明天早上再说啊。好，明天见，拜拜，拜拜，拜拜，明天见。我从头捋一遍吧。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吐槽我和我妈之间的关系。说实话，这个故事啊，那我俩回房间吧，没对完呢。这个饭你的，我先不吃，我没完没完完。24岁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给自己整的辛苦干啥呀？整的累，我无比的柔弱，不，这个话太乱了。这个也不行，这句话也不太像我说的。但是让我最痛苦的是，我嗓门即便这么大了，我妈都不能真正听到我想表达的。这个就比较难讲，因为它那个笑字儿，它可能要有一个重音。对，我怕我不笑。这个也是为什么女人什么这个，我也其实觉得奇怪，写出来就没那么有意思。我自己很拧巴，就是我不想拿这件事情帮我妈拿东西拿出来说事儿，我心里过不去。你们后来改稿子了吗？没改，我全改了好多地方。去年你们有看上一季对吧？这一季真的很好看，我昨天参加了1天，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以前都以为是剧本，知道吧？知道吧？跟亲妈你演不了，真情实意。我有的时候经常在我妈那儿感觉到了父爱，因为我妈一张嘴就有一股浓浓的爹味儿。妈妈已经很感动了，是觉得吐槽的太狠了，还是哇，我女儿怎么这么棒呀？我女儿这么棒，哇！谢谢我们香香。现在我明白了，我们家里呀，只能有他一个小爸爸。让我们掌声有请嘉哥。是不用紧张，哎呀，我主要看着你们不紧张，我看着我妈是真紧张。哎，人生第一次啊，第一次在台上说脱口秀，来给点掌声，我这。大家好，我是李佳格。首先呢，感谢这个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吐槽我和我妈之间的这段关系。说实话呢，这个事情其实很难说出口。一方面我怕你们不笑，另一方面我怕自己不笑啊。哎呀，我24岁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唱了一首《普通朋友》，完了导演组觉得我太普通了，给我淘汰了。后来呢，我参加了同一个公司做的节目，叫《盖世英雄》，又给我淘汰了。现在呢，我参加这档节目呢，我就想问问，怎么能给我淘汰了？啊，导演，啊，不能啊，啊，不能。那我把我妈发给总导演当妈，行不行？哎，你摇头，你也不要啊，哎，那你我妈我就这一个，我还舍不得给你呢，我过年再给你送去啊。其实母女关系啊，有非常多不同的形态。
有的呢母慈女孝，对吧？有的呢亲如闺蜜啊。我和我妈呢是一种霸道老公和小娇妻这么个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这位小娇妻的迷人之处啊。第一，非常的勤俭持家啊。从哪儿开始呢？前两天我们去吃了一个麻辣火锅，老板说这辣椒你吃了，只要你不哭，哎，就能打折。我妈就为了打这个折，给他辣的呀，边哭边吃，边吃边哭，急得我直转圈啊！这块儿，别的霸道老公就直接会说女人，你是在玩火。轮到我只能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这是在玩我，而你是在玩命。不过这个小娇妻的第二个迷人之处呢，说出来你们都很羡慕，她非常非常的善解人意。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最近好累啊。我妈会说，干啥给自己整这么大压力啊？说啥也不听，你看多会心疼人啊，是吧？哎，第三点，哎呀，真是好不容易到第3点了啊！柔弱不能自理，哎，就说这次出门，我在唯品会买了10几套衣服啊，我还没整明白呢。你们都懂呀，打3折了。买了10几套衣服啊，都没整明白呢，非得让我帮他整。哎，我是前脚整完了，后脚整，这顿整，反正就给他一顿整。这会儿不是霸道老公和小娇妻了，这会儿他是公主，我是公公。即便这样呢，我妈还是没有安全感。我妈一天起码问我3遍：“宝宝，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宝宝啊，你说不爱我了呀？我就寻思，换我老公寻思可以这么问我，我可以理解。毕竟你看，咱们这一疙瘩，是不是？你们都能看见啊。但是我亲妈这么问我，我就想不明白。你说她是怕我在外面有个亲妈吗？妈，我只想跟你说，你管我没有用，你管好我爸就行。你成天瞎合计啥呀？而且我妈还有一句万能的金句，这句话呢，既能对你进行恐吓啊，又能进行打压。你听听，你们熟不熟悉啊？这句话就是，你就这么大声跟你妈说话的？我给他讲道理，你就这么大声跟我说话的？他道理讲不过我，你就这么大声跟我说话吗？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话，他会连累我的朋友，因为这句话会变成谁叫你这么大声跟我说话的？朋友们呐，这还用教吗？嗓门大，我们家遗传呐。我妈每次吵架都是我瞎嚷嚷，嗓门大。其实我是不服的，我嗓门哪有那么大呀，对吧？隔壁黄圣依就说了，你俩嗓门都大。但是呢，最让我痛苦的是，我嗓门都这么大了，我妈都不能真正听清我想表达的，就好像我也听不太懂她的表达。朋友们，你们能理解就是这种非常无助的感觉吗？能，太能了。我有的时候其实很想回到小的时候，甚至回到我妈的肚子里，因为那个时候连接我们的有长长的脐带，那个时候我对沟通还有很强烈的期待。妈，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在用力的2次成长，重新定义生命，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了。我和孩子的关系，我希望是有更好的边界感，我还要他永远有掀桌子的勇气，哪怕这个桌子是我端给他的。所以咱娘俩呀，还得共勉。其实呢，我非常非常的钦佩您，你活得特别的鲜活，而且年轻的时候早早的穿衣自由，思想开放，而且非常独立。我很高兴看到他们管你叫霞姐，因为你首先是霞姐，其次
才是我妈。但是你也别忘了，我首先是我，其次才是你女儿。当然了，说了这么多了，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我妈都会说我说的不对，你说我说的对不对？那我今天想用我妈说的一句话作为今天脱口秀的结尾。反正我说啥你也不听。谢谢大家，我是叫不听的李佳格。啊，谢谢佳格，谢谢佳格。霞姐怎么样啊？霞姐说的挺好，说的挺好，那咱服不服啊？到底服了。妈妈被幽默折服了，哎呦！而且霞姐笑得非常开心，你发现吗？我妈喜欢这个 vibe 的。行，我好好写稿子，回家以后。对，我觉得你得雇一个随时的编剧了。是，回头咱俩加个微信。加个微信吧。霞姐今天觉得女儿这个火力是在自己接受范围内吗？接受，我特别接受。平时老说，昨天还说呢，你一听不懂我说话，你听不懂。咱今天听懂女儿说了吗？霞姐，听懂女儿说了。妈妈不是听不懂你，妈妈只能听懂梗，妈妈只能听懂脱口秀。我真的特别开心，真的，我也从来没看过这种脱口秀面对面的，而且是姑娘在那表演，我在台底下看那种感觉。我只能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这是在玩我。嗓门大，我们家遗传呐。当啥歌手啊？快来转行当脱口秀演员。早知道干这行了。其实觉得很爽的，我还特别爱看，我真的特别开心。哎，这场欢乐又温馨的脱口秀，咱就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啊！刚才女儿们的这些吐槽呢，是不是戳中了大家的一些心巴？大家自己可以品一下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希望通过脱口秀这种特别的形式，把那些藏在心里的情绪呀、矛盾呀，就摊开来讲，用幽默的表达去代替一些激烈的争吵，用诙谐来化解矛盾，让母女关系在欢笑中升温，好不好？啊！我觉得今天4个女儿的表现都超出我的想象，很好。我觉得首先，得表扬黄圣依，因为脱口秀演出开场演员真的很难，黄圣依上台就是非常自然。刚刚已经好美是吗？但今天不是要好美，是我的夸赞，要什么？好笑。然后邓老师的反应也很可爱，他全程就是非常开心。所以刚才表演的时候，是会刻意回避妈妈的眼光，还是会非常期待妈妈眼神的交流？我其实有一点，就是我开始的时候看了我妈一下，然后赶紧挪走，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又看一下她，反应是怎么样？哎，她还可以，就是妈妈笑得还很开心。对，是的。陈潇今天是最打动我的一对母女。我只能说啊，父爱是沉默的，因为根本没有。虽然说是脱口秀，首先是让大家笑，但是他们今天笑中带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他们演完之后，潇潇就下去就拥抱了妈妈，那一下我就觉得，哎呦，好像彼此，我感觉是有打开了一点，就像今天一样，想哭就哭啊，不能再装了，群姐，咱就坦诚一点。而且妈妈刚刚流眼泪的时候，你是非常感动的，对吧？对，我看不了妈妈哭的哦。陈梦的这个稿子难度是最大的，因为陈梦就是感激妈妈的部分特别多。但是以脱口秀创作的角度来说吧，又不能全程去夸妈妈，最后就是只能我们把稿子就是吐槽陈梦自己个人的更多一点了。他们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代表作，经典程度不亚于我表哥的闹太套。陈梦妈妈也很开心，在台下看着女儿表演的时候，有一种看着女儿在打比赛的那种欣赏。陈梦今天很紧张吗？你看我紧张吗？因为你完全看不出来，很淡定的状态。不紧张是假的，毕竟是脱口秀的首秀。陈梦特别好笑，特别可爱。我们刚在后台给大家几个女儿在那教呢。我们平时比赛的时候，上场前会唱铿锵玫瑰。我说没必要，咱今天不投票啊。其实今天最担心的是李佳格妈妈，就是霞姐的反应，因为昨天的通过游戏环节，大家也都能感觉到霞姐是急脾气、很直爽的一个人。你不要把这个事儿说的这么严重，根本不是那样。但没有想到霞姐今天这么豁达。你成天瞎合计啥呀？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我妈都会说
我说的不对，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今天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应该真是李佳哥，他今天也说了，他好像找到一点跟他妈沟通的方式。我其实还好，还好是吗？对我其实我是个 I 人。他说是 I 人的时候全笑了。这个节目还挺打动我的，很真诚。我觉得他们4对母女都是非常典型、有代表性的中国很多母女之间的关系的存在。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挺好看的，很真诚。不当女儿也不当妈了，就做李佳格。她掌握住人生方向盘，享受旅途中帕斯蒂尔般的梦幻多彩。她生活不按套路出牌，失去中又保持平衡，一样潇洒。不同的人生都很灿烂，像盛夏的植物充满生命力，是品质过硬的圣衣，是更心动的价格。快上唯品会搜“女儿妈妈”，大牌衣服3折买。恭祝大家的脱口秀首秀完成，谢谢。今天晚上我们母女2个人一组，增加一下大家的感情。下次再见，拜拜。拜拜。哎呦，挺好的哈。格格那个比较好，是吧？特别好，他很会表演。挥手了。嘿，哇，来，哎呦，没想到你说的确实还蛮不错。真的不是真的，你客观点，别人是你是我妈，你鼓励。不是，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就担心，哎呀，万一你说你讲了，掉链子了。对你别掉链了。但是没想到你说的还真是不错。我是不是没吹？没有。我昨天晚上练完，我是不是没吹？还没有。我跟老师一沟通，老师连我的那个脱口而出的那个梗，老师都有借鉴。你最大的优点又吹，我又吹，你自信，这是你最大的优点，你很自信。阿姨觉得今天谁讲的最好笑？我讲的是黄圣依跟格格。真的吗？你觉得我好笑吗？因为你是第一个出场，你的想法决定了这一场戏人家愿意不愿意继续看下去。所以你觉得我讲的蛮好，对吧？哎，很高的评价了。很开心，就还跟我讲，哎，这个是谁写的？他说这个人写的还蛮好，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满意的。哎呀，刚刚忘记跟你说，我妈妈还夸赞你说你的这个文稿写得好，蛮好。脱口秀首秀，脱口秀首秀好难啊！终于完成了。对啊，你看他们如果是真的演的话，就是还会背稿，我们都还背不下来，就是时间太短了。从昨晚上开始搞到现在，今天下午就要演。哎，我觉得格格蛮适合讲脱口秀的，是吧？还是那种东北女孩啊，她那种性格，然后那种她有那个喜剧节奏的天赋。对。直到我们开启同一片天空的誓言，我可以飞更远，去看看世界。你说谁表演的最好啊？最稳的还是黄圣依，你知道吧？这怎么就说一句我最好这么难呢？不是别的妈妈肯定会说是自己女儿，没说完呢。说是自己女儿。我女儿表现也特别好，因为她这个很自然，已经没有用。我感觉到，就是我得每个人得发表别人自己的看法了，对吧？你们失去了这次机会。你看，整了。女人，你失去了这次机会。完了，就上纲上线了，完了。姑娘表现的真好，挺满意的，真的挺满意的。我就想听我妈直接表达，我闺女最棒。那你觉得脱口秀对你来说难不难？明天有负担不？就是她在台底下我比较难。其实我小的时候，我连唱歌我都不太愿意他们在底下。我的女儿和我儿会说：“妈妈好棒，妈
妈妈唱的真好。但是我妈他们就说今天衣服穿的不好看。懂了，明天霞姐女儿好棒。小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就大美女啊，但是我觉得我特别呀，我觉得我跟你们不一样啊。这个是我妈妈从小到大，就是可能是我妈磨耳朵磨的，闺女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是最棒的。所以我从小就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对，那妈妈给你的爱支撑你走挺远的，超级远的，让我度过了非常非常多不顺遂的年头。那现在对你的认可重要吗？重要，他依然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但是现在他是最容易说出最暖心的话的，但也是最容易说出就是彼此伤害的话的那个人。饭好像来了，我起溃疡了，我不太想吃东西。那你吃啥吧？你不爱吃就少吃口。我陪你，我坐在这儿。还有东西不用躺，你喝吧。你喝吧，你不爱喝吗？我不爱吃，一点食欲都没有。那吃这个，白菜。真不吃吧，我一点食欲没有。我自己吃有啥意思？我陪你，我坐在这儿。还有哪多没劲呢？就我一个人在这儿。我嘴疼，我不是不陪你，真吃不了，我真疼。说说啥话题呢？吃饭，咱俩吃饭不需要说话题，就吃饭就行了。我不是说，我就说咱俩说话，咱俩说啥呀？怎么跟俩说不了？咱俩在一起肯定打架。我跟你说，我坐着陪你也不行。我不吃，我就进屋就得了呗。我没说你吃饭的事儿。那是啥？你说你的诉求是啥？我说咱们在这坐着，是不是有话题说？有什么话题说？哎呀，行了，整不到一道平唠的。哎，是，你好好吃啊。我回去洗澡。你看你就是没长性，生气了就走了，就这样。没必要，我一会儿你又说我大声说话了，我不想大声说话。听他说话了吧？我们都看到没反应过来，一直在等你俩好好的，今天能坐起来心平气和的吃个饭聊聊天儿，就说了几句话，你俩怎么就永远说话都是带着讽刺，带着一种，就总这样说话。你有发现你俩是单独坐下来吃不了饭？就是不是管吃饭，就咱俩单独在一起要唠嗑，肯定起幺蛾子。那是因为什么呢？那你说今天因为啥？咱就说今天。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我没说啥，你听我说啥了？你听我说的有那啥伤害他的地方吗？反正没聊了3句就走了。对，你看刚开始吧，我就说，吃饭他说，哎呀，我是嘴了不能说，我说你少吃点不辣的，你可以吃的。哎呀，吃不下去，
哎呀，那我陪你吃一口还不行吗？那我陪你还不行吗？你说陪我就陪我嘛。他说那我陪你还不行，那陪你你怎么还有事儿？我说啥了？我有事儿啊？这是头一句啊，这是头一句，我听不舒服，你知道不？我没要求你啥。反正今天我真的挺开心，因为今天饭菜我还挺爱吃的。我说今天饭菜好吃，我先坐那好好聊了，慢慢吃呗。可惜喝的好。我很重要的是我没有能量了，那时候我就一句话也不想说，我就想安安静静坐一会儿。那是我真实的反应了，就其实我是可以安安静静的，就是只吃饭，或者换个手机，就两个人坐那吃饭，看会儿手机，就把这个饭吃完了。但是他当时就一定要找一个话题跟我说，我就一下子我就又不行了，我就说那你就自己吃，我就进屋待一会儿，我就先离开了饭桌。对。那你觉得你这个离席的原因有妈妈在车上没有先表扬你？我就想听我妈说，我闺女最棒。如果当时在车上，你第一时间夸的是她，你觉得她是啥反应？我想开口说了，我就顺着话题，我说这咱俩呀，那咱俩该唠唠，我就想把这话说出来了，你懂吗？我马上就要说了。如果他再那样的话，再多坐一会儿，我肯定说了。我挺开心的，真的说心里话。其实我内心深处我觉得，哎呀，这脱口秀管他的就是梗挺多的，管他的是说我怎么样，我都不在乎，你知道吧？只要怕他把这个脱口秀说的成功，大家认为李佳哥还行，我就很开心，你知道吧？他理解我，他不理解我。你会主动去找他，还是我也会来找你？我不会找你。那他找过你？找过。那你觉得他会不会过来哄你？不会。他在哪儿？他在外边呢。我去找他，我去陪他走一走，怕他上火。哎呀，我合计他大晚上的他一个人，我怕他委屈嘛，怕他心里不高兴。我不想让他有想太多，因为我也没想太多，我只是有点回避而已。但我的本意不是为了气他嘛，所以我就想陪他出去溜溜弯呗。那咱俩上点，我不想跟他说话。妈，咱俩去溜达溜达呗，我陪你去溜达溜达，好吧？不想去，去溜达溜达。不去，你去吧，我不想溜达。溜达溜达，散散心。今天这么高兴，让你现在在这边再买个房子，你愿意吗？就是冬天过来猫冬啊。不愿意。我觉得肯定要买一个，就是跟咱老家那边完全不一样，生活方式啊，温度啊。所以我是惦记给你们，买到那个离上海70公里。你开个车，两边可以两边跑，2个小时就到，是不是？对。因为我爸那个心脑血管它容易脆，一冷就容易犯病，所以我每一年我都得提前规划他们今年去哪里冒冬。就这已经是我10多年这10年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我其实心里是想着，我妈我爸真的他们7老8十，还是能在一个我开车可以到的地方。而不是需要买机票，所以就不能太远。我会牵挂，因为我想让他们打个电话，我能出现在他们面前。那个邮签啊，咱俩一起整，拜。
走开。还有那个躺着睡觉呢，你看这个摇床，就原来在二院时也买一个，对，蓝色的，能不能折？它就是那个绳儿在那个木头上蹭，不是那总蹭不容易折啊？你没看它换地方吗？你看原来的那个，你看有那个印儿没有？换地，它是磨的那个绳子磨不行了。我也上海边踩踩水去。我一想想，你肯定不高兴，但其实你觉得我给你压力了吗？不是你，就是工作呀，各种各样的事儿啊，都有吧。我也特别累。喂，这水干净不干净？还说啥的？有这种球的地方就有螃蟹，还有螃蟹？嗯，就那种小，我觉得小沙蟹。哎呦，也是累了，不想多说了。妈，好像是退潮了耶。你看，是吧？应该吧。氛围感拍照，觉得我们两个对拍照有欲望。哇，好好看啊！好，再拍一张人物近一点的，再来一张。哎，这张挺好的，啊，很好看，是不是？就是感觉那个表情很可爱。出片了，有了。果然是不同的风格，我们咱俩在这美美的拍照，正义姐在那里安静的看书，形成一些鲜明的对比。我们追求的就是外在的，她追求的就是内在的。哇，这也太丰盛了吧！吃啊，大家们开始开饭嘞！吃饭，吃饭，吃饭。你这个笑得好像小流氓兔啊！哎，这个张照的好，对，好多人都说过，是不是啊？我跟你讲，这些照片有几张真的很好看。没关系，这发现厨房了以后就问题不大。老师，潇潇在说这些照片真的很好看。邓老师说了句：“没关系，有厨房了。”没关系，有厨房了，那就把那个炒粉，要不然就放起来，可以。我觉得先留一下吧，万一饿了，我可以吃。你这些米饭都可以留的，蛋炒饭。主要是这几天一直来人。不是，哎，我觉得啊，来人这就得看他们的命了。前面来的人过上好生活，后面来的人一起忆苦思甜。来的人跟他说带钱没？来了不请我们吃个饭吗？我就说，我说我们前几期来的嘉宾都请我们吃晚餐，就统一战线，一来就问他怎么4个人都空手来的，上人家不知道带点东西吗？然后他们说没带没事，出去请我们吃，顺水推舟。我的妈，我可受不了。没事妈，你们作为长辈，你们不用吱声，不要脸的事我来干。我认识呢，我就耍他们；我不认识你就整他们。潇潇，哎，别给装傻，
我一定，你就让他请客，没问题。让他们AA。走吧，先回房间待一会儿。哎，咱俩玩那个游戏，指东往西。3、2、1，3、2、1。哎呀！3、2、1，笑出口水来。这样，谁要说学狗叫啊？来，该我了哈。3、2、1，3、2、1，3、2、1，3、2、1。说了，学的不像还不行哈。妈，不像，这和老虎一样。妈，这个和猫咪一样，还妈。这个可以，行，你给我等着。我天，真狠！你速度快。看，等会儿我打你多狠行了。嘿，打手指头在以后不算啊。好。嗯，好像有人敲门。你好，你好，老师你好，你好，您是？哦，我是今天来这边的这个做客的，对，然后我是第一个来的。你好。这礼物来。哎呀，对，带点礼物来，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的一个椰子鸡。哎呦，喜欢，大家都喜欢。今儿晚上给大家加个餐，就是好，谢谢。我们正愁着晚餐怎么办？您告诉我放哪儿就行。放厨房，先放这厨房吧。那吃椰子鸡可行哦。先冻起来，不然到时候晚上怕它坏了。好了。呀，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一下。是啊，我们也不认识。我是吴泽林，然后是我们湖南台的主持人，然后我是第一个过来的，后边还有3位帅哥。哦，欢迎，都帅哥，欢迎。没有想到自我介绍在厨房完成。哎，其他几位还没到的还在紧锣密鼓的妆发当中。对，哎对是，让他们过来吧。好，你请坐。哦，没事，您坐。坐。您几位平时就住这儿是吗？对，我们都住这儿。你可以参观我们这里。哦，没事，我大概打量了一下。而且这个全屋精装。哦，精装啊，挺好。行。拎包就可入住。卖房一样。哥来了一位女嘉宾。好了，我是嘉哥。哎呦天！我是泽林，叫我小吴就行。然后我是今儿来做客的。OK， 听说有很多人来是吧？今儿后边还有3位帅哥。啊，全是帅哥呀！对，全是帅哥。嘉哥，你喝不喝？我不喝。我听说您几位就是昨天还去说脱口秀了。你们来有什么？表示是吗？人家当然有表示，有椰子鸡。给大家加个餐。你其他的兄弟你都认识吗？都认识。提醒一下。哦，行。提醒一下，省着咱们开口。这个规格小椰子鸡的直接不用啊，回卸妆就行了。今天不录了啊。对。刚才我俩在那里睡了一觉。没睡，玩游戏，玩一个那个就是往哪边指，你只要跟他相反方向就可以。咱们俩玩要不？行，来。菜丁壳。好，你先。好。3、2、1。哇。 3、2、1。3、2、1。哇，这样的呀？3、2、1。3、2、1。哇，可以来。3、2、1。哇，中了魔咒。再来一次。你不是在配合我吧？3、2、1。3、2、1。我差点落枕了，差点这一下子。这个节目要是女儿的恋爱就好了哈。这个妈，
没事儿，你今天这4个你都可以看一看啊，先品一品。真诚的人。哇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小吴。小吴你好。我实在太困了，这2天。哎，你们提了那个，哎，今天来有带什么？哎呦天哪！除了梦洁以外，每一位姐姐一坐下就哎，客人是吧？来了有没有带什么？就是小兄弟，姐姐喜欢。行，接下来还有3位兄弟呢。感谢，看看3个兄弟怎么让他们自己卷一下。自己卷一下。Hello， 啊 ，Hello， 梦姐你好 ，Hello， 嘿 ，Hello， 大家好，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姚池，然后我是一个歌手演员，然后出生于98年，然后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叭叭叭。欢迎你来。呀，这个有带拿东西了，这个弟弟拿东西了，放在这儿，谢谢，破费了啊，破费了。哎，程潇呢？啊，你认识他？对，他来。陈潇来了，来了。哟嗨，耶，哟嗨，嗨，耶。我们跳刚刚的吧。好。最打动我们的是那个氛围，就听着那个音乐，然后看着旁边快乐的跳舞的人，然后去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其实会很有意思。对。吓死我这个宝贝，你又赔不起。你干嘛学我说话？我哪有学说话？幼稚，幼稚。你这打招呼是像那种嘿，嘿不，嘿 buddy。给大家带礼物，我给大家发一下好了。哇，这个是啥呀？就是水晶手串。哦，对，这是给圣依姐的。谢谢。然后这个是那个黑金碧玺手串，因为它代表着就是一个人的智慧，还有他的内在力量，我觉得很适合你。哎呀，这个是给嘉格姐的。然后粉水晶代表行动力还有亲和力，我觉得特适合你。太细了，池子。然后这是给梦姐，谢谢。万花水晶代表能够勇于去应战，然后非常有果断、非常有决策力的这个象征。谢谢。然后潇潇，哎，谢谢。藏经和海蓝宝，然后它有就是疗愈的一个象征，然后希望它能给你疲惫的时候带来一些疗愈。谢谢。然后这是4位阿姨的，然后我对各位阿姨了解不算是多，所以我就选了西藏喜马拉雅水晶，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坚韧，还有他纯粹的能量。谢谢，好用心呀，谢谢。太用心了，我现在感觉我带来的椰子鸡黯淡无光。咱们这个实用。咱们都先坐一会儿吧，坐，对，坐吧。我们还犯愁晚上吃什么呢？毕竟现状已经是这种现状了。哎呀，要不说瞅椰子鸡着急呢，1天3顿，8个人，今天你们来，哎，变成12个人，压力更大了。我们自己出去吃，不给大家添麻烦。其实我们是想了，就是你请我们吃饭，然后你们4个 AA， 也可以。哦，就是我过来飞行一期，我还得往里搭点儿。前2天来的那个几个飞行的老师们很慷慨。对，你没来第1天，那个星星请的，他给我们递话，不是哇，这个点也太准了吧，这个。哎，我觉得还有人要来，是不是？对，后面的人压力好大哦，因为这2个人都不是空手来的。现在能量加满了，肚子加1半。行，看看另一位能不能把肚子填饱。哎，可以。哎，要不我直接拎这个好吗？好紧张。我们猜一下好不好？我觉得下一位带的应该不是食物，
运动器材。运动器材，本来就吃不饱，还得运。哎呀，哦，悄悄的就进来了。哎呀 ，Hello， 大家好。哇 ，Hello， 你怎么瘦这么多啊？是不是？我是为了见妈妈才瘦的。儿子，好久不见，我儿子。真的，妈妈出道日就是我跟她一起出道的。对，这样吧，刘伟，我想认你做干儿子，是不是？那干妈也能刷你的卡吗？干妈，您刷。哎，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老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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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了。带啥了？带啥了你？啊，他们，哎，我怎么那么紧张啊？我说一下，大家现在经费比较拮据啊。然后呢，我带了一个椰子鸡，然后瑶池呢带了一个非常有新意的手串，然后你带的是？我带的是精神上的一种补充。哦，啊。你带的是音箱吗？啊，带的音箱和那个麦克风。情绪带来了情绪价值。你看得出我紧张吗？伟伟哥这个老江湖了，紧张肯定。嘿，你才老江湖呢。其实这个呢，就是平时可以给大家歌舞的嘛。我给大家选了一些好的音乐，然后可以在里面，展示一下。其实我真的很害羞。不，他是一个非常高能量的人。我觉得他主持也特别好。甜蜜蜜。哦，后面的朋友，咪小姐。你笑的甜蜜蜜，哦，你不行，音不行，好像花，哎，你也不行，在春风里。我负责给大家3D 环绕啊。在春风里，今天这位朋友，谢谢。在那没有声音啊！你别环绕了，你环绕断线了。哎，怎么自己？对不起，对不起。麦瑞，我再来一次。好，来，老师。甜蜜蜜，你笑的甜蜜蜜。哇哦，惊呆了我！没想到我的老母亲还有这一面呢，完全没想我妈起来的互动，更没想到是她站起来以后跳起来了。我一看，就这个是真的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就感觉她的这种变化改变真的很大。梦里，谢谢。哎呀，太完整了，伟伟哥，我收工了。老师再麦。快坐，歇会儿。瘦了哈，是不是？啊，瘦了得有20斤吧。我说，紧致。你说谁能看出来他50了？你才50了你。佳姐不好意思了。哇，这真不像。不是吧？他不是50。问题是我一说，我一个旁边人真不像。那是开玩笑吧？开玩笑。40。还有最后一位我们的男嘉宾，老师们知道吗？是谁？我们没人告诉我们。最后一位男士非常重量级，非常重量级。比你们3个都帅吗？比我们3个都帅。哇，那就不一样了，我告诉你。而且在每个人的眼里，帅的程度不一样，是吧？对，我们这种帅只是那种很肤浅的。接下来老师是很有深度的帅啊。来了，朋友们，最重磅的男嘉宾他要来了。情到天涯海角来，情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妈妈女儿们多幸福，所以我来送祝福。哎呦，这礼物，哇，这礼物拿不动啊，这礼物太重了，快，太重了，哎呦，太重，快拿。我拿的是程潇和李佳格的。来，发给妈妈了。给妈妈的。哦，谢谢。蔡老师太会穿搭了，真的。你看这个绿搭的，对，这叫什么？那个春的颜色。哎，穿成这样也叫什么呀？老黄瓜刷绿漆装嫩。什么年纪，老师？我们都是同龄人，但开开心心就好。对。你好，来。我觉得他很妙，蔡老师很妙，就是因为他，你看跟我爸一样大，65的，反正就大差不差，他们就是同龄人。但你看他身上是有少年感的，这个蛮妙的。
坐会儿吧，蔡老师。来，太高兴了。老师请坐。好嘞，我们也有家长，都好吧？哥太好了，哥。来，哎，又见面了。哎呦，瞅你这小粉小嫩绿的，哎呦，能接受吗？能接受。我去看看我妈妈。我还以为你妈一直在这就坐呢。他们的礼物都展示了是吧？那等那圣衣妈妈过来回来吧，还没来呢。看吧。再看一下。啊！哇！快看看我的这个礼物！哎呀！哇哦！还有照片！哇，还有照片！哇！妈呀！挑的照片你们满意吗？非常满意。底下还有吉祥的光环绕着你，送你365个祝福。哎，这还有签名，这还有签名呢。这是真丝版的签名，老贵了。哇，这个好有意义。一会儿你们到海边，一人拎个奖，就这样拍着。可感觉我妈妈会很喜欢这个礼物。哎呀，对，好看，很好，很有创意，这个太可以了啊！邓老师来了，来了，圣衣妈妈来了。您好，你好，你好，国庆，你好，哇，穿的可太有素养了，您这素养可深厚了。做圣衣的妈妈可不白做。您刚才是不是午休去了？啊，对，眯的一会儿啊，是，太应该了。我来了，您就放心吧，我跟您一起眯的。想休息的时候，我就跟您一起眯的，不着急。快坐，有素养的妈妈。圣衣，快给咱妈妈看看我的礼物。哎呀，这个太有新意了。哎呦，真是太好了！您还没打开呢，您就说好。您打开之后，我看您说什么。啊，这个打开就更加好了呀！哎呦，圣衣，快看看呐！哎呦，还有照片啊！哦，我选的这张照片太好了，一下看上去年轻20多岁。对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您不用，完全是姐妹俩嘛。对，是吧？你快点叫声姐姐。姐姐。圣衣。圣衣。我感觉我们像在讲相声。这我很用心想的，这丝巾非常好。看来4个人一起请咱吃饭这个事儿，够呛能达成。我要是都是年轻人的话，就是万一现在有点不好意思张这个嘴。该提提，这种母女是有点害羞了。我今天晚上我决定了，把他带来的那吃的那叫什么椰子鸡的肉都给阿姨们吃。行，我们就喝点汤就行。喝椰子水。对，或者嘬吧那个椰子那个。对。那个我们4位来呢，除了带礼物呢，其实还是今天有特别的任务。对，就是我们4位呢会作为4位女儿们的短剧的搭档，然后和唯品会一起来协助大家来完成一个拍短剧的一个这个任务。因为短剧呢，我们4个男主就是几位女儿们，就是大家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如何选择呢？接下来我们要去沙滩上进行一个运动会，就是看看更喜欢我们哪种类型的这个男主角啊？对。外边阳光太射，披上丝巾呢，玩上丝巾。那咱们收拾收拾就可以出发了。好的，好，出发。什么？就是我不给大家准备了手串嘛，然后这个是给你的那个，噔噔噔，你可以挂在你的包上之类的，然后或者平常握一下。谢谢。据说有招财的寓意。哦，谢谢，我需要。天哪！哇，好漂亮呀！每天出来都有感叹，感觉这片大海好漂亮呀！好美啊！这玩啥？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是女儿是妈妈的第1届沙滩运动会。好的，今天这个运动会的目的呢，主要是要通过游戏的输赢来让各位选择我们4位男主角：纯情小助理段立晨，外冷内热的酷酷学长冷子娇，腹黑职场精英厉子渊，
金融学博士齐浩晨。让我去跟蔡老师谈情说爱，我觉得有点不敢。瑶池啊、小吴啊，我觉得都想。如果是我要想选的话，其实我的印象就是选吴泽林，因为我觉得他挺内敛的，而且感觉好像还就是挺稳重的。如果是根据这个角色来选的话，其实我也比较想演这个校园剧，因为我也没有演过校园剧。我们会有3轮游戏，最终我们积分更高的呢，就可以先选男主角、女儿和妈妈们通过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来选择哪一位作为你们的搭档来进行游戏。4个人石头剪刀布，赢的可以先选搭档。好，马上开始我们的第2轮游戏。我不行，要不维维对泽林吧？哦，行，泽林感觉好弄。好整啊！我是下等马没有。刚刚是我们玩吗？对啊，天哪，谁要跟你玩啊？我不要跟他成为对立面。梦姐。第2轮游戏呢，女儿和男生呢自行分配3个字，贴在自己的背后，优先说出对方的3字短语的家庭获胜。哇，你来，没看到，真没看到这个。真没看到吗？来，双方准备就绪，第2轮游戏开始。粉是两个字在一块，可以动手吧？啊，你不会要打我吧？粉什么呀？妈。第2轮，蔡国庆老师依然表现得很完美，确实是让我没看错。妈妈女儿，在他帽子后面有一个。粉子，儿子的子。粉子。什么呀？这个我还真想不到。但是潇潇他们那个妈宝女嘛，这不很简单吗？有妈有女，有妈有女。但是他们对阵的是潇潇，所以我也不能给他们暗示。有妈有女才是什么呀？有妈有女才是什么呀？我知道了。说有妈有女。妈宝女，妈宝女。回答正确。哇，你怎么猜的？哎呀！哦，被你猜对了。对，你好厉害呀！我要拼了！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闭嘴！准备好了吗？开始。搜，你闭嘴！搜！完了！现在看看我们2个女生。啊，它是包青天，不对，热搜词。来，各自都猜对了一个搜。这是啥意思啊？来，看到情包，它是什么包晴天？它有个情，还有个包。你不要，那我也这样子。你怎么还摆造型呢？是什么呀？包情包，爱情包，包情包，表情包。回答正确。刘维猜对了，表情包。作弊了，骗干儿子了。好，来，咱们第3轮游戏马上开始。哎呦天哪，太扎脚了！女儿和妈妈戴上眼罩，请第1位把水舀到第2位的容器里，然后男生再把水运到这个位置，快点儿，把水倒进去。好，来准备，游戏开始。不用着急，对，慢慢来啊，可以，好，再舀。哎呀，再来一个，阿姨，牛，太厉害了，潘姐姐，你太厉害了，霞姐。上台阶小心，然后马盆放我头上。
没事哦。OK， 然后 OK。我来倒。哇，咱们的多。哇，妈妈们哇，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妈妈？可以了吧？那么整，好，可以吗？准备了，好，走，拿住水，水拿住，拿住了。还没到。等会儿，好，现在倒。哎呀，这是倒一半倒出去了，哎呀！你背我回去。蔡国庆他背梦梦，他不合算，他年纪大了，他背不动呀。蔡老师真不容易。我背你吧，来，你来，我背你。这谁背我？这谁背我？来了吗？人呢？妈呀！这是谁呀？我谁讲？他要背我的时候，我当时反应就是，天哪，他这么瘦，他要背我，他怎么可能背起来呢？就是那么小的一个身躯，他要过来背我，还要帮我，所以就是那一刻的时候，就是感觉，哎，女生还是得帮女生，感觉还是非常感动吧。哎，你怎么可能背得动我呀？不行，哎，那这样我来吧，跟着我来。这游戏可不可以我背你啊，声音姐？哎，可不可以换一换，我背声音姐？可以，走换。我记下来，来，我记下来。哎呀，梦妈换女儿了。好，我放前面了啊。好，来，稳一点啊，走，一稳啊。哎呦，哇！哎呀，梦梦有劲儿，小心。哎，这不错。梦梦她一直在锻炼腿部的力量，真的不得了。虽然我隔壁跑的是男生，然后也看到了我们当时的水位离他们差很远，但我还想追回来，就是燃烧起了运动员的那种想赢的那种欲望。这里，好到！哎呀，哎呀，太棒了！好，梦中情人。梦梦把圣衣姐背起来了，我当时人傻了，觉得她非常厉害，那一刻被震惊到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完成了比赛，就是也没有放水什么的，就是非常尊重对手。到。维维哥这一组的成绩10.5升，声一姐这边的成绩是8升。咱们多啊！程潇吴泽林是11，蔡国庆老师这边是6升。好，让我们恭喜是女儿是妈妈第一届沙滩运动会圆满结束。耶！好，我来给大家宣布一下成绩。首先是我们的潇潇和梦梦同第一名，然后是我们的嘉哥姐第2名。耶！十分抱歉的圣衣姐。哎，后来圣衣的那个英勇出战，替我出征，完全是花木兰出征，太帅了。那接下来就是交给各位女儿和妈妈们的时间了，要来选择我们几位来作为你们的男主角。然后先要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4位男生的角色是什么样的。校园，梦梦先选。我还是想选一个，我想还是校园可以。校园可以是吗？一开始上来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校园还可以，因为校园是我没有在学校生活过，我感觉校园是一个很纯洁的，给我感觉。我选搭档的这个标准是希望他能够带动我，
因为毕竟我没有拍过这种短剧嘛，跟他们接触下来以后，就已经定了会想选吴泽林，因为这个角色应该特别清纯的这样一个感觉，因为你要让我演这样什么拉拉扯扯那什么壁咚那些，我感觉我胜任不了，我肯定得笑场。他又是主持人，我一想，主持人应该会带动你。冷子娇，林子娇。那我选一个助理吧，我可以为你端茶送水。哇！哎呀，我跟你讲，你应该体验一下我。你从来肯定没有遇到过我这种啊，就是职场精英，而且我对你这种占有欲极强。这听着像好事儿吗？这感觉不好吧？我觉得还是实在一点，端咖啡什么的。而且我是很想演戏，我是想拿这种大奖。奥斯卡，我其实戏剧张力很好，非常了解。真的，我其实很会演。我懂。所以我选瑶池。拜拜。潇潇选择的是瑶池。我又主动去争取，当然我肯定也是希望就是能够和其他姐姐我们也能有机会交流，但是我的第一顺位肯定是程潇，再去切磋一下。好 ，OK。来。要不然我就还是选霸道总裁吧。你看看吧。要是咱俩这个一直演，过年的时候刚演完一个。啊，真的吗？对。哇，每一对都还蛮新颖的。像陈梦跟泽林，就是他们就是第一次搭配演这种校园剧。维维跟嘉格姐就确实很适合这个桥段的一种搭配吧。就是我可能有点想象不到蔡国庆老师演这种霸道总裁的样子是什么样。我想象中我们合作的状态，我知道我是一个助理，他是我的上司，然后我在想，可能我会是他的手下。好，那现在我们4组搭档都已经组合完毕，接下来我们就先去休息一下，吃个饭，然后晚上来讨论一下怎么拍。好，走，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快去重新妆造一下。真的，我也是。速度就是新鲜，牧场就在身边，牛在身边，奶才新鲜，鲜奶去喝，鲜博士。都回来了，吃饭了，要吃大餐了。这么丰盛吗？啊，好香啊，这个味道。给我们男的嘉宾先举个杯吧，感谢妈妈和美丽可爱的女儿啊，给我们准备这么好的晚餐，谢谢，谢谢招待，谢谢招待。我们都站起来干啥？站起来吗？要站起来。对，站起来。那就都站吧。这么正式，这么隆重啊！很开心认识大家。三亚不大，风景如画，母亲不多，都在这桌。套一套的呢。哎呀妈，那必须的，辽宁的。辽宁的。好。哎呀，还有点辣。我从小，我妈就让我起来说祝酒词呢。啊，那东北的不都得这样式儿？都得这样式儿的。东北人都很挺会说。我坐在这边。好，你坐这儿吧。哎，你坐，没事儿，没关系。这有鸡汤，谢谢吧，没事。你现在有种破碎的美。我必须今天要展现一个不一样的我，挺好，否则我怕你爱不上我。哎呀，行，能爱上。你们已经开始入戏了哈。其实我特别想要你啊，你这个角色哦，别误会啊。你注意你的言辞。谁是那个叫什么小助理？我是小助理。那我其实想要你。谁都想要哈，就不想要我哈。我不想要霸道老公。我说实话，我昨天晚上人问我最不想跟谁合作，我也说你。对，那怎么办？就是这么默契。我跟你妈合作。霸道老公爱上我妈。不是。这个短剧就是现在主流。这个能红啊！妈，要不把这女一的任务交给你？那不行，那不能代替了。妈妈们，你们看过什么短剧吗？搜过看了。搜过啊。我妈超爱短剧啊，她永远不和我分享她看什么，但她一直都看。对，她是一个巨大的受众的妈妈。对，现在这个是挺火的。对，非常火。短剧，你拍过短剧吗？没有拍过短剧，这个也是第一次拍。我还挺想演短剧的。我也很想演。
我马上后面就有制作一部短剧。真的吗？制片人，我也，制片人老师，真的你们都有。注意，我们片酬又低，我不要钱。你就在这儿验证一下你的那个实力。啊，你看看，哎，干，哎，制片人找咱俩了，好好演，终于得到这样的机会了，又有机会了。拿出这种状态。我当然了，您看吧，我的专业度，我为什么不参加那种综艺节目？因为我觉得演技不能随便。很少参加综艺，你很少能在综艺节目上看到。对，一直钻研演技。我为什么现在不怎么唱歌了？一切都是为了咱们这演艺道路。他嗓子为啥哑？天天在家对台词。对了。哦，爸爸，天天嗓音。译制片啊。哦，亲爱的，真的。哦，打到你的手了。哎呦，没事。这手咱也整不了。哎，整不了这个。你们管女儿就叫女儿是吧？闺女？没有，也有小名儿，叫啥呀都？仔呀，仔。那我小的时候，我爸我妈会管我叫儿子。儿子？为啥？你爸爱叫我，我爸经常管我叫儿子。为啥？他爸想要儿子。我就问过呀，我这爸是不是没有达成这个愿望，有点遗憾？不是，我是弥补。不对，但不是。后来我长大，好像东北人是有这种习惯，管女儿叫儿子的。他就想把女儿当成儿子那么养，别娇生惯养。对，他怕我是个小公主。那的确养得不错，一点也不娇生惯养的。你知道，哥小时候经常跟人打架。就因为打架的事儿，他爸从来不跟我说，我怕我说他，完他也瞒着我，他们俩经常被学校找去，因为他打架跟朋友啊、同学啊，他经常整这事儿。还有2副面孔呢。啊，你挺会演戏，明天能演挺好。制片人，你看一下，看到，明天看戏里。那维哥小时候就叫维维吗？啊，我小时候叫维维。你没换过名是吧？没改过名。我没换过名，我当时出生的时候，就是我爸我妈要离婚。然后当时有了我，后来我妈就说，那就把这孩子要下来吧，就管他叫刘维，让他出生来维护这个家庭。结果我出生也没维护住，白起这名儿，白起了，是没围住，发挥作用，没围住，流散了我。你呢，东东？哎，你怎么知道东东？哦，对。你这就有点见外了吧？要是没有想了这么多年，你可能会忘。就我原名叫牛旭东，然后后来这个是就出道之后改的名字叫姚石。哦，你这2个名字完全没关联。对啊，就是出道之后就改名和我妈妈姓了。就本来我小的时候妈妈姓姚，对我妈妈姓姚，因为就可能在我成长过程中，我爸很早就他是一个消失的一个角色。对。然后我家是一个很多女性的家庭，然后她们都是非常伟大的女性，然后我觉得我妈是我唯一的英雄，所以她很不容易，她哦，哎，我们都是跟妈妈好哎，我也是跟我妈关系好。我跟我爸也挺好的。啊，能看出来你爸老陪你去学校。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节目是妈妈女儿节目嘛，但就是特别想知道你们跟自己妈妈相处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可能是我家里的原因，就我从小到大没有跟我爸妈说过好想你或者是我爱你这种，从来没有。就是我们唯一建立联系的方式就是妈在忙吗，或者聊会儿啊，就是打个视频什么的，几乎从来没有互相表达过思念。那其实那个方式，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如果有问候的话，在忙吗？聊会儿，是你其实也是在想家人。对，就表达思念的方式不一样。你们会主动说吗？我爱你，我想你这样。我会跟我妈。我也会，我是从我上大学开始会。刚开始是一个恶搞的心态，就是我说，哎呀，妈好爱你，好想你，你真是最好的妈妈。然后我妈又说，哎呀，别说了，我妈会这样。但是后来就是我自己说的这个过程，我也很开心，然后她也听到了，就她听进去了，她知道我是爱。就是表面很烦，实则很开心的那种。这种表达，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不然，即使是他知道你爱他，但是如果没有这样表达的话，他可能不会有直接的这种感受。对，是。蔡老师那会儿呢？因为我是60后出生的人，我首先跟大家说呢，我爸爸今年93岁了，哇，我妈妈87岁了，哦，我妈妈呢在转眼15年了，得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啊。现在呢，我每次回家之后呢，我一摸我的母亲呢，
他不知道我是谁了，他一定不知道我是谁了，因为他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现在是没有什么药可以改变过来的。但他每次都愿意摸我，他知道这个人可能是个亲人，善良，对他没有善心理电波，可能都知道这是他的儿子啊。我说我唱歌给你听啊什么的，他都不知道你是谁啊。所以这些年我是严格的说，我15年伴随着我的很多的泪水。生离更难受。我一在想，就是人这辈子在基因里的骨髓里那份情感，就对妈妈的那份爱。严格的说，我爱我爸爸，但是我更爱的是我妈妈。然后我妈妈没有得这个病的时候呢，比如说我早期80年代到90年代初了，我那会儿演出也都可以挣钱了。那个时候呢，我挣的钱一定比我妈妈多很多。但是我妈妈每一次知道我要去外地演出去了，就是永远有一个习惯把我拽住。他那意思好像还不想让我爸爸知道啊，就偷偷的往我手里头塞100块钱。塞钱，很有画面感，很有画面感。所以讲到这儿呢，我就是说，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当然，他们那代人是经历了很多的风雨了，也过了很多的苦日子，但你无法想象，在我最幸福、最好的日子的时候，妈妈却什么都不知道嘛。我再给他穿漂亮的衣服，再喂他好吃的，他不知道你是谁，所以那种痛苦在我内心是非常难受的。就见到你们的时候，我就替你们感到那种幸福，有妈妈在，我们做儿女的有多幸福。然后你们这些女儿又可以带着妈妈出来玩啊，出来开心的时候，这种会非常的令人难忘的。因为人生说是来日方长，但实际上来日并不方长的，对，真的是。好好珍惜你们此刻的相聚的这样的岁月，总有一天妈妈会老去啊，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当蔡老师讲他母亲得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就是那些反应我都有一点感动，我都想流泪。你会有怕妈妈也不记得你的一天？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让人难过的事情，就是很会让人很难接受的事情。因为我有几个朋友，他的妈妈在年纪大了以后都更容易得了这个病，所以我就也会很担心妈妈和自己的家人，然后我也会觉得很珍惜现在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光，因为母亲是在越来越衰老的，希望能够让她在还是健康的状况下，能够多一点的感受到彼此的爱，也能够让她一起来见证我的一些开心的时刻。听蔡老师说那个，我就特别有感触。我就是今天一进来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对母亲就是有格外的那种感觉，因为那个我母亲就走3年了，然后今天正好是她3周年。因为我以前也带我母亲上过类似于这种，就是陪着她一起录节目，但是你知道就是要到我后面的时候陪伴她的时候，我每一天都给她放这个节目。儿子，妈妈不能离开你，也不会离开你。妈妈不想跟你说再见，妈妈要健康的活着，看着你怎样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有一天妈妈走了，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妈妈，你还是我的儿子。儿子，妈妈爱你。然后我还专门发导演组跟他们说，我说好感谢你们做了这个节目，留下那珍贵的影像。对，所以我一进来的时候，我的那种内心当中的那种羡慕，其实我是，就是看到你们母亲啊什么的，真的很开心。哎呀，悄悄的就进来了。哎呀 ，Hello， 大家好。Hello。带啥了？带啥了？我啊，他们，哎，我怎么那么紧张啊？就明显能感觉到他今天有点手足无措，因为刘维是多少人都能撒了欢的人，
但是他今天就极其紧张，我就觉得他一整个进屋的时候，他就是，我觉得他眼睛在闪躲，所以你明显看他没有支点。昨天晚上在预想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点感动啊。但是我今天来了之后，我就觉得，其实真正的感受不是说是感动，真正感受就是我能从每一位母亲身上都能感受到，我想拥有的那种母亲给我的那种温暖。对的，真的是这样的，天下妈妈都一样。我也是，我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是因为我多少年再叫我母亲，我母亲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说妈妈你好，我回来了，她也不知道你是她的儿子，对吧？来到这儿的时候，见到各位妈妈，见到你们这么开心，我也特别愿意，好像我愿意把我对我母亲那份情感都投入到你们身上，让你们高兴啊、开心啊，我想着给你们做丝巾啊什么的。我就是这种每一个人无论成功不成功，在妈妈面前，你永远是那个孩子啊！你梦梦，你再打世界冠军，再是奥运冠军，在母亲面前，你永远是那个妈妈。你，哎呀，你疼我爱我，都是那个孩子。现在有一个观点，我就觉得特别重要，就是真正的对父母的孝敬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绝不能重复父母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们曾经犯过的那些错或失误，孩子们，你们千万不要犯，你们要比我走得更顺利、更好。因为我就经历过这种过程，因为我父亲是共和国的第一代的歌剧演员，然后我从小呢是我父亲发现我在音乐上是有天赋的，然后他就教我唱歌，他教我唱歌的时候非常的严格。就是甚至我做完功课，然后唱到半夜唱不好，他就不让我睡觉。我当时内心会很恨他，我说这是我爸爸吗？唱到半夜他都不让我睡觉。我也是这样的经历才是。所以当我做了父亲之后，我就跟我爸曾经说，我说爸，我告诉你，我说我绝不会像你那样来教导我的儿子。但是你们的成功不是论证了，就是你们的父亲母亲的教育是对的吗？我认为缺乏情绪价值，就光是严厉，就不能光严厉哈。对哦，对我儿子，比如他吹黑管什么的，明明吹了半小时了，我先心疼他，我说儿子吃点什么补品没有？吹半个小时了，气够用不够用？爸爸赶快给你做一杯什么好吃的。这情绪价值一上，儿子说爸你放心吧，今天晚上这一篇我肯定能吹好。但我爸那会儿不会啊。那梦梦，我问你，有一天你要为人母了，有着自己的孩子了，你会这样教他？你会这样吗？会呀！我不会动手打他，但是我一定。这已经有改变了，阿姨，我姐不是，就叫错了，习惯了。现在妈妈们和女儿们都住在一起吗？你说是在这里还是生活？不是你们生活当中没有，不住在一起。哦，那这是对的。这又是对的了。当女儿真正独立，甚至面对自己家庭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母亲那一代人，因为对女儿和儿女太疼爱，他们往往失掉了一什么呢？就是一个界限感。你可以去帮助他，但是你内心一定要有一个界限。很多处理不好关系的，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做大人的问题。比如说女儿也是非常难办，然后母亲还觉得女儿不理解我，你看我对你多好，我才帮你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就特别想，因为我已经当爹了嘛，我就特别愿意研究一些当下的那种，就是家庭的相处之道，到底孩子们跟家庭怎么相处，相信他，给他以巨大的独立的空间，这是特别的重要。我觉得您又可以站在儿女的角度去想这种问题，然后其实您的年纪其实跟我妈妈你们都差不多大，但其实让我们觉得您真的像一个哥哥一样，对，就好像是中间的这个年龄层的人，对，但其实两边你都特别理解，对，希望妈妈们都健康快乐长寿，我们做儿女的都能够幸福快乐，真的是，因为我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后代了嘛，对吧？这非常非常好。哎呀，真好，真的好妈妈，都加油，挺好。这精灵鸡汤喝的不错吧？特别不错，真鲜。心灵鸡汤，慢有后代的。
欢迎大家来到短剧《心动推拉法则》的开机仪式现场。开机大吉！史上短剧最强阵容。从演技上，我觉得我们俩完胜。我觉得这个嘉格老师很有天赋。哇，我搭档超级棒。第一次见沫儿姐是这种状态。这里有14000个平方。哇，太酷了！好适合拍照。他们这个真的就是感觉一步一景。你随意。他们真的表演欲很旺盛哎。还单身吗？来，3、2、1 ，Action！ 李玉，我喜欢你。今天晚上全场的酒我买单。今晚的并购，我就替你拆一辈子对赌行。我啊，属于你。哟，这2个小祖宗啊，比我撒狗粮还要厉害呢。这2个小祖宗，施肥撒的比我们家园丁还要。哟，我们家的小祖宗。是来电也是牵挂，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让惊喜在岁月里生花。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他说女孩应该学着矜持一些，我偏要大笑证明生命的热烈。当自由的风筝乘风去那天月夜，他担心我跌跌撞撞受伤被骗，我偏要想着南墙亮出手中利剑，打不穿我倔强，像风筝拉扯2端的线，直到我们开启同一片天空的语言。我可以飞很远，去远方呐喊，再一次做自己，一同去明天。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是女儿是妈妈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专家博主共同探讨原生母女代际关系。上微博搜索话题是女儿是妈妈，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途日记。上百度搜索是女儿是妈妈，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 YY 直播。